公元208年，约26岁的年轻人孙权收到了53岁曹操的约会信，信里约他一起打猎。原来枭雄曹操南下了，仅3个月就席卷荆襄，得荆州水军后，顺长江东下，意图一举荡平江东。此时距离孙权吃上江东才过去8年，父兄继业，危如累卵。赤壁之战拉开序幕，青年孙权迎来人生大考。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公元200年，孙策被刺，江东6郡的安全重任落到了虚岁19岁的孙权肩上。事实证明，孙策这个哥哥看人还是很准的。19岁的孙权思索了孙家的处境和江东的战略环境，很快实现了其初步的战略。孙吴治下的江东，在中国地缘政治的划分中，这里往往被称之为东南板块。这里地虽大，但平原不多，主要就是这2块。考虑到东汉末年的南方地区并未高度开发，此时江东的人口聚集地和经济发达区核心在东部的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自古皇权不下县，在汉末，地方豪强士族阶层的话语权是极大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们。除非有像曹操这样牛到爆且有实力和能力制定规则的领导，否则割据者与士族的合作是大势所趋的。而这时孙权威望尚不足，所以青年孙权明智地搞起了股份制，与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上的4大家族顾路朱张妥协，提拔4大型人员进入自己的统治阶层，鼓励部曲制，稳固孙家及自身统治基础。当然，光拉拢肯定是不够的，又拉又打才是正确。但明显青年孙权拉的比较多，晚年孙权打的比较多。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北，浩荡的长江天堑成为确保江东的天然屏障，但历代兵家都知道，守江必守淮。孙权上台后，努力要把战线推到淮南板块，但在这里的实践似乎一直都不是非常成功。合肥城墙有点高，像姓张的有点狠，但注意，我们说的是不是非常成功，那就是说总体上还是很成功的。孙权积极在长江北岸布局，建造一系列坚固的支撑点，比如后来的卢须口等。孙权的目光南移，东南板块多山，山区的山越人成为孙权不得不考虑的麻烦。这帮山里人不交税、不交粮，自成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成为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敌对诸侯们就多次联络山越，在孙权背后捅刀子。但辩证法告诉我们，凡事都有2面。山越可以是江东的麻烦，也可以是江东发展的新增长点。看着数量庞大的山越人，孙权估计都馋哭了。这可都是人呐，可都是极其珍贵的兵员、劳动力、纳税人和粮食捐献者。想想当年曹操的青州兵是怎么来的，就是缴黄金缴来的。东汉末年，战乱等因素导致人口锐减，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着，无人耕种，因为人不够，人口成为各诸侯争夺的焦点。曹操就经常干这个事，地盘我可以不要，但人我一定要带走。孙权改造山越的计划正式出炉，必须要把这帮山越人纳入王道，让他们给孙家干活、打仗和生产粮食。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尝尝孙家铁拳的滋味。如果说向东是操盘江东经济，继而稳固上层建筑；向南是为了挖掘新增长点，做大江东蛋糕；向北是守江必守淮，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争衡天下，逐鹿中原。那么西面则是青年孙权最顾虑的战略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是江东最紧迫的生死命门。大别山等一系列山脉隔出一块完整的封闭空间，湖北、湖南也即2湖板块。在东汉的行政规划上，这里称之为荆州。我们说过，此时南方尚未高度开发，大别山以及这一系列山脉大多处于蛮荒状态，人烟稀少，重重的山岭山高林密，道路稀缺。由此，这些山脉将荆州和江东完全隔开，限制了2个板块间的交流和大军投送，可纵贯东西的长江将2者串联起来。对于江东而言，荆州致命的地方在于，它掌握了长江中游，具备上游优势。而盘踞荆州的军事集团，因也有着便利的水利条件，所以往往也存在着一支强大的水军。北方铁骑部队单独出淮南，江东水师有长江天堑托底；荆州水军单独顺江而下，江东水师可以他们在大江之上争锋。但如若2者合2为一呢？届时从大的态势上看，江东是2线作战，不利。而强大的荆州水师的战略意义在于3个方面：
一作为运载工具，运载强悍的北方铁骑部队跨越长江天堑；二为登陆后的部队源源提供后勤补给；三荆州水军位居上游，跑得比较快，可随时出其不意出现在江东的任意一点进行作战，比如江东的核心经济区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又或者建业，对吧？他过江我也过江，他过江攻我荆州，我就过江直捣东吴建业。我们只能说从地理形势上说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只是说这个战略若真的是关羽来搞，那肯定是搞不成。说回来，割据江东者往往是因为力量不足以逐鹿中原，在兵力上肯定是劣势，所以大概率是无法抵挡淮南板块联动荆州板块这一套组合拳的。这黑暗的未来威胁是实实在在的，青年孙权不得不提前努力。于是，在荆州主人还是刘表的时候，孙权就多次逆流而上展开攻击，但最终没有决定性的进展。公元208年，孙权最担忧的情况还是出现了。统一北方并占据淮南板块的曹操，从两湖板块的北面口子襄阳攻入了荆州。刘表病逝，弃子投降。曹操3个月就席卷荆襄，并把荆州水军收入囊中，精制水军80万众。防御将军会猎于吴，威胁赤裸裸的威胁。26岁的孙权最终决定奋力反击。孙权从犹豫不决到决心联流抗曹的过程，《三国演义》已经写得非常生动明白。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孙权现实的战略考量。孙权看到江夏曹操还没有掌握，这个关键的地域此时还掌握在刘备、刘琦的手中。刘备最值得联合的价值，可能并不是关羽和刘琦统帅的2万人，而是江夏。前面说过，荆州对于江东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上游，便于向江东投送力量，但这力量投送绕不开江夏。江夏地区核心是夏口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武汉一带，汉水从这里汇入长江。襄阳和江陵是荆州武装力量的集中地，襄阳的力量通过汉水至夏口，再往江东。江陵的力量则一路顺长江水道过夏口往江东。夏口一带河网纵横，有万千湖泊赶查，汉水在这里收窄，使得夏口守军能够便捷地封锁汉水水道。长江也因各种因素，不仅在这里收窄，江心还形成了一片沙洲，将长江一分为二。芳草萋萋鹦鹉洲，水军看了直摇头。于是乎，夏口地区成为封锁荆州水军顺流东向江东，以及阻遏江东水师逆流西向荆州腹地的关键所要。孙权之前多次进攻荆州，其战略目的正是要夺取夏口地区。现在曹操大军及荆州水军主力在江陵，将顺江而下，夏口成为阻挡他们的关键。如若让曹操水军顺利打通夏口，江东想再赢，机会就更小了。所以鲁肃力主孙刘联盟的建议，孙权拍了板，联合刘备稳固夏口，把战场摆入荆州，在荆州打比在江东打更有利。当然，如果仅仅考虑水道因素，那么这场大战可能就叫夏口之战了。显然，孙刘联盟还要考虑陆路的交通情况。周瑜率3万部队急进，他要抢占另一处关键的地方。曹军这边在江陵初步整合原荆州水军主力后，曹操开始行动。他准备先夺取夏口，打开攻略江东的通道。在汉水与长江之间，广阔的云梦泽泥泞难行，十分不利于大军行动。似乎仅有一条小道从华容通往一个叫乌林的地方，其通信状况也非常差。但是在长江两岸，我们按常理推测，显然应该是有陆路通行的。曹操大军水陆并进，水师在长江中，两岸有陆军伴随跟进。你肯定会问，为什么不派襄阳的部队沿汉水南下，分2路并进攻夏口呢？毕竟襄阳也是有水军的，这样成功概率不是更高吗？可能解释一，曹操吊打刘备吊打习惯了，尤其前不久当阳长坂坡一战，刘备那点兵力收拾他只是顺带手的事，无需2路出击。可能解释二，荆州水军主要力量一配置于江陵，一配置于夏口。襄阳虽有水军，肯定不是主力，导致留守襄阳的部队也无力沿汉水攻夏口。且前面说过，汉水在夏口处收窄，不好攻。总之，汉水这一路，曹操暂时只是安排部队警戒，防止夏口敌军溯汉水偷袭后方襄阳。正当曹操缓步推进之时，周瑜正率军急进，目标是这里赤壁山。
为何要抢这里呢？夏口地区可以有效的封锁水道，但仅仅固守夏口一地是不够的。对于长江南岸的陆路，孙刘联军也必须选择一处关键地进行封锁。双方的第一关键胜负手当然是看谁能打赢水战，但不同于在江东一线的南北隔江对抗，现在双方是在荆州地区作战，是曹操由西向东进攻，孙刘面向西方防守，长江天堑是双方所共有的。因此，孙刘联军还面临一个打陆战的问题。如果曹操强大的陆军在水军帮助下由上游某处渡江，而后沿南岸陆路推进，必然要威胁到孙刘联军在南岸的水寨和陆军部队。在长江之上，东吴水军自然大概率可以打赢或者说驱逐曹操的水师，从而切断其登陆部队的退路和后勤补给。但是，万一水战仅仅打成僵持呢？万一水战打赢而陆战打输，水寨和大本营被曹操陆军端了呢？打陆战，曹军的士兵数量和战斗力可比孙刘联军高一截，所以周瑜必须在南岸选择一处便利于防守的地方，赤壁就是这个地方。周瑜在这里的防御也不是防御赤壁一点，而是一片地区，其大致涵盖与长江并排的这一大湖泊、赤壁山、潞水和路口。在赤壁和路口周边还有一些利于防御的山地，曹操陆军若要进攻，只能沿着狭窄的通路进行攻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促使周瑜急进抢占赤壁，不知道曹操知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是周瑜自己知道。从南岸的路口出发，有一条较为便利的陆路直通江东台商。我们会看到长江南侧沿岸道路和这一条通台商的道路交汇于赤壁，控制这一地区可以屏蔽两条危险的道路以及这一大片地区。周瑜抢占了先机，双方在长江之上遭遇了。东吴水军一鼓作气打败了曹军水师前锋。水战打不赢，位于长江南岸推进的陆军有被隔断的危险。曹操于是急忙下令，用后续船只将南岸陆军运过北岸。曹军在乌林扎营，并建造水寨，与赤壁的周瑜军对峙。赤壁之战态势最终完成。曹操水战打不赢周瑜，无法跨江抢占路口，利用两条陆路。若从乌林向东先攻夏口的刘备，则因为于孟德的阻挡，导致无法投送大军。即便下血本打通，还是要面临汉水的阻隔。若率水军直冲夏口，则先会被夏口的有利封锁地形挡住，继而遭到刘备水军和周瑜水军的前后夹击。在孙刘联军如此布阵之下，曹军暂时无法动弹了。而更为糟糕的是，曹操发现自己的北方劲旅水土不服，曹军内部瘟疫横行，部队战斗力降至冰点。曹操不得不决策先稳住，等到明年再找机会决战。这是不是说局势朝着不利于曹操的方向发展了呢？并不是，曹操仍具优势，而且优势巨大。周瑜虽强，但刘备不强啊。等到明年，曹操在乌林牵制周瑜，增派襄阳水军沿汉水向夏口，又令义军从北面武胜关等关隘南下夏口。刘备这个点就危险了。如果真拖到明年，则战局对孙刘大大不利，因为曹操这是准备打持久战。持久战对资源匮乏者最不利。孙刘主力牵制了曹操，但曹操还有淮南板块啊，曹军完全可以在持久战中不断在双线给压力，而东吴的兵力远不及曹操，或者说江东板块的资源和人口远比不上整个北方加荆州。战争拖入持久，孙刘必败，必须速决。黄盖站出来了，献上火攻之计。黄盖说：“我投降。”曹操毫不怀疑说：“好。”黄盖说：“我举火为号。”曹操说 ：“No problem。”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从赤壁之战到把曹仁逐出江陵，荆州板块被一分为三。孙权尴尬地发现，如此态势，岂不是自己要在荆州和淮南两个方向独自承受曹操的压力？而刘备集团也对如此态势不满，要实现隆中对计划，江陵、夷陵一带必须在自己手中才可能实现。于是利益置换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最终，刘备获得了江陵和夷陵一带，担负起抵御襄阳曹军的任务，但获得了西向巴蜀、北向宛洛的可能性。孙权获得了江夏，缓解了对西侧荆州板块的安全顾虑，又将双线作战转入只对淮南一个方向。暂时，这是对江东最好的态势了。
赤壁之战，曹操只要稳一手是必赢的局，但却被青年孙权一把火把天下一统，烧成了三国鼎立。可见时局不天定，只要策略得当，一样可以颠倒乾坤。正如率土之滨最新赤壁鏖兵赛季新玩法的核心魅力所在，东方水战棋盘于此全面铺开。纵横交错的大江大河将更加宽阔，星罗棋布的港口码头控扼四方。本受制于山川地形的陆军，瞬间变身强大的水师。驾舟楫者，非能随也而绝江河。长风大江之上，无处不可去，无处不可往，水陆切换，自在随心。走葛、龙冲、斗舰、楼船四大战船各有所长。走葛轻快，造价便宜，适宜群狼战术；猛冲善乘风破浪，作战士气方备；斗舰一如其名，舰对舰克星；楼船巨大坚固，乘之如履平地。既然名为率土之滨赤壁鏖兵赛季，怎么能少了火攻玩法？释放火船则追加伤害。敌人要是学曹操铁索连船，那么赤壁火海将生动再现。注意，火借风势必然蔓延，处下风者不利。再临赤壁，依旧是策略制胜，依旧是水火定三国。